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军哥。这一期节目呢，就是我上次答应你们的全新的系列，叫做折磨 UP 主。那我在这个系列当中呢，会去挑战古今中外各种高难度的料理，无论多难多累，我都会尽力去还原它。这个系列当中呢，观众老爷们就该你们出手了。欢迎大家积极的评论或者留言，想让我做的那些高难度料理，尽管放马过来，多多折磨我吧。折磨我，听起来反正有一点怪。但是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就麻烦帮我的视频多多点赞，最好是一键3连，好吧 ？OK， 那我们今天挑战的第一期，我们就要制作福州名小吃肉燕。那肉燕呢，乍一看它的外形啊，和我们吃那个云吞以及馄饨有点像，但是肉燕的皮特别有讲究，制作过程当中完全不用淀粉，只用肉和一点点的红薯淀粉擀成特别薄的样子，然后再包裹住肉馅来吃。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神奇？那废话不多说，赶紧进入我们的经典烹饪环节。由于本期视频制作的动作过于激烈，本人呢没有办法正常解说，所以无奈只能采取后期配音的方式，还请各位观众多多见谅。肉燕的好坏关键就在于燕皮，一个好的燕皮必须薄如蝉翼，细腻顺滑。那我们今天也从制作燕皮开始。首先呢，准备好一块上好的猪肉，去筋去油，接着再准备一根大木锤，前粗后瘦，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正式锤肉。但是这一次我买的肉实在是太多了，本来说只要捶打1个小时的工作量，这么多的肉，整整折腾了我4个多小时。那大家可以看到，经过1个小时的捶打，大肉块已经逐渐分离成了小肉块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又过了1个小时，随着我粗重的喘气声，肉眼可见的肉块已经完全消失，看来离胜利已经不远了。终于敲打了4个小时，肉块已经变成了肉泥。此时的捶打呢，更加有了讲究，注意我的节奏，左手捶，右手肉，一翻一捶，有节奏，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喽。历时4个多小时的精心捶打，肉泥摸上去已经非常顺滑，捶肉这一项工程总算是大功告成了。万万没有想到，整整4个小时才捶好。当这个肉块摸上去没有任何颗粒感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我们赶紧进入下一步，擀制这个肉泥。如果说之前的捶肉靠的更多的是蛮力，那经过我多次翻车经验，那接下来的擀肉过程啊，光靠蛮力是不可能的，需要更多的技巧与耐心。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打好的肉泥均匀地裹上一层地瓜淀粉，银装素裹的肉团还需要进行充分的休息。我把这个过程呢称之为吃粉。其实吃粉这个过程啊，就是让肉与淀粉充分混合，增加肉团的延展性，在后期的擀制过程中呢，不容易破裂。先用手轻轻拍打，展开肉团，接着再用擀面杖更加细心的去擀压，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不要放过，尽可能的均匀，尽可能的透亮。擀压完的燕皮，再修取多余的边幅，让它看上去更加工整。这个不会是要丢了吧？说啥呢，兄弟？修下来的燕皮再做成一碗燕皮汤，当成夜宵，吃起来简直带劲。最终我们就可以把擀好的燕皮切成小块了。花费了所有的努力，得到几张燕皮。虽然动作写意，小军仍需努力。完美的肉燕还需要一份精致的高汤，还容不得我沾沾自喜。猪骨、鸡块赶紧下锅，小火慢炖4个小时。盖上锅盖的一刹那，我才突然想起，我竟然没有准备肉馅，所有的材料都买了，唯独内馅被我无情遗忘。此时的大脑飞速运转，突然邪恶的目光锁定家中冰柜，满的牛肉不用浪费，不如弄点和牛烩上一烩。最终呢，牛肉还是难逃我手。接着赶紧牛肉剁碎，马蹄剁碎，小葱切碎，材料充分搅拌，加入料酒、生抽、盐、糖、老抽，充分搅拌，再次入味。内馅完成，取下一块湿润的燕皮，轻轻一蒯，卸而一塞，顺势一埋，一份改良版的和牛肉燕就已经完成了。说时迟，那时快，拿上灶台，盖上锅盖。此时的我内心只有一个期待，千万不要露馅啊！肉燕已经入锅，现在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浓郁的高汤已经就绪。接着晶莹的肉燕也蒸制完毕，把包好的肉燕再过一下热水，吃起来会更加 Q 弹爽滑。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步，从擀皮到打馅，
这一碗纯手工制作的肉燕完成了。OK， 那这一次的肉燕就已经全部制作完成了，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啊，兄弟们！还是按照惯例，请观众老爷们先品尝吧。这一次没得说，做的真的挺不容易的，花了2天时间才把这个肉燕搞定。赶紧尝一下它的味道。和普通的小馄饨真的不一样，它这个皮啊特别 Q 弹，反复咀嚼之后啊还能尝到一点残留的这个肉味在里面。总之啊，这个肉燕的口感吃起来特别神奇，完全没有吃到过的这种味道。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和牛馅调的也不错，并且这个和牛的脂肪特别多，吃起来它的汁水也特别饱满。我觉得咱们国家像肉燕以及潮汕牛肉丸还有烤鸭这种美食真的是特别难得，做起来特别复杂，并且很辛苦，但是啊它卖的价格呢却很平民。如果说这种美食放到国外的话，我敢说绝对是一个天价了，就像日本的寿司之神啊、天妇罗之神这种的。我觉得肉燕啊，它被称为扁食或者馄饨之神，完全不为过，都是那种非常有匠人精神的美食。别看这小小的肉燕，我以为刚刚是费体力打肉馅那一步比较难，但是没想到，其实真正难的、考验耐心的是在擀面皮那边，在那边真的是翻了无数次车。这2天前后加起来，一共打了3次这个肉馅，擀了不下8、9个肉团，连我这个小手啊都被磨起了泡，太不容易了。但是它制作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是令我非常惊艳的。吃到嘴巴里面呢，也是非常满足的，好吧。OK， 那这一次关于这个肉燕的视频到这边先结束了。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也不知道我做的这个肉燕对不对、正不正宗。反正呢，我制作这个肉燕都是跟网上的一些视频啊以及文字去学习的。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还希望观众老爷们能够多多见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给我来杯椰子水吧，我也减肥。但是感觉今天喝杯可乐也不过分吧？不，你感觉2杯可乐都。